韩国人称功夫女足在侮辱丑化他们的国家，将剧情台词都被拉出来控诉，恐怕连周星驰自己都没想到，这不就是一部设定夸张的无厘头喜剧吗？咋还有人上赶着对号入座呢？一个字，绝。率先发起这场控诉的是韩国诚信女子大学的教授徐宗德，他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长文，逐条列举了影片中他认为冒犯韩国的细节，将影片中的反派队伍梨花队作为核心攻击点，认为这个队名刻意影射韩国知名的梨花女子大学，是在借虚构球队恶意调侃韩国高校与韩国女足的形象。除了队名的关联，徐宗德还将影片中梨花队的赛场表现也纳入了指控范围。他认为影片中梨花队频繁使用假摔、恶意犯规等手段赢得比赛的设定，是在刻意丑化韩国女足的竞技精神。这种将虚构喜剧角色的行为直接等同于对现实国家队影射的逻辑，本身就充满了主观臆断的色彩。在徐宗德发文之后，多家韩国媒体也迅速跟进报道，进一步放大了这场争议。不少韩媒在报道中直接沿用了影片贬低韩国女足的定性，甚至将片中演员略带蹩脚的韩语台词也当成了新的控诉点，认为这种不标准的发音是在刻意冒犯韩国观众，是对韩国语言文化的不尊重。一场由个人发起的吐槽，就此演变成了小范围的舆论事件。恐怕连周星驰自己都没想到，自己明明拍的是一部设定夸张的喜剧，结果真有人拿着放大镜从角色动作里寻找国家形象，电影还没有正式把谁和谁对应起来，控诉者已经替创作者完成了人物原型认定。讲真的，我找茬都说不出这样的话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敏感？为什么看到犯规、假摔、比赛争议一类的桥段，就迅速联想到是在说他们呢？这恐怕很难完全绕开2002年韩日世界杯了。当年韩国队一路进4强，本该是亚洲足球值得纪念的时刻，可几场淘汰赛中的判罚、犯规和比赛过程却始终伴随着巨大争议。意大利和西班牙等队的遭遇更是多年后仍被球迷反复讨论，最终让2002年世界杯变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。或许正是这份集体记忆，才让部分韩国观众看到片中的犯规设定时，不自觉地产生了对应联想。如果不是对2002年世界杯的争议如此在意，又何必把一部架空电影里的犯规、假摔和裁判问题全部往自己身上套？如果认为那些争议与韩国毫无关系，又为什么看到类似喜剧桥段时，第一反应不是一笑而过，而是急着证明电影在影射韩国？但所有的指控其实都建立在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前提上，指控者默认影片中的梨花队就是专门针对韩国设计的反派角色。可功夫女足从始至终都是一部完全架空的无厘头喜剧，它的创作逻辑就是用夸张荒诞的设定制造戏剧效果。片中所有参赛球队都经过了漫画式的艺术加工，根本不存在单独针对某一个国家、某一支球队的恶意。熟悉周星驰作品的观众都知道，无厘头喜剧的核心魅力就在于对现实规则的解构与夸张化表达。在功夫女足的世界观里，足球比赛早已脱离了现实竞技的框架，融合了功夫、奇幻等诸多荒诞元素。每一支球队都拥有各自夸张到离谱的特色设定，梨花队不过是众多风格化球队中的普通一支。比如影片中的大河队，设定充满了极具辨识度的地域夸张元素，队员的打法、造型都经过了戏剧化处理，充满了无厘头的恶搞感。恒河队的设定同样带着鲜明的夸张标签，从人物形象到比赛招式都充满了荒诞的想象力。还有珊瑚队等其他参赛队伍，每一支都有各自脱离现实的奇葩设定，整体风格统一且无差别。换句话说，影片对所有球队都采用了同样的创作手法，用夸张搞笑的方式塑造角色，制造喜剧效果。梨花队的犯规、假摔设定本质上是为了衬托主力团队的逆袭，是喜剧叙事里典型的反派工具人设定，和现实中的韩国女足并没有任何关联。更关键的是，整部影片的叙事核心是讲述小人物凭借热爱与坚持逆风翻盘的故事，也希望让更多人看见女足姑娘们的拼搏精神。影片里从一定要赢的执念到踢球就是为了踢球的和解，本质上就是在传递热爱本身就有意义的内核。所有夸张的球队设定都只是服务主线剧情的喜剧佐料，是无厘头风格的常规操作，将创作手法上的夸张搞笑上升到国家层面的侮辱与丑化，显然是过度放大了文艺作品的细节，脱离了作品本身的创作语境。无厘头喜剧之所以能成为经典，恰恰是因为它能打破现实的束缚，用天马行空的想象给观众带来快乐。功夫女足或许不是完美的经典之作，但它的创作初衷绝对是为了传递欢乐与热血，而非针对某个特定群体的恶意嘲讽。